喝奶喝了一辈子，选奶还是选的直挠头。都说贵的肯定好，可好在哪里却没人说得透。巴氏奶、常温奶又冒出个0.09秒杀菌的月鲜活，6年干到了中国鲜奶市场的铁王座。月鲜活还能做多久？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把它当成日常口粮奶，咖啡馆、奶茶店也纷纷挂出本店使用月鲜活鲜奶的牌子。这个2019年才诞生的品牌，短短几年就坐上了高端鲜奶的头把交椅。截止到今年5月，月鲜活在中国鲜奶市场全渠道的份额已经达到了27.1%，在高端鲜奶细分市场的份额更是高达50%。2023年收入13.63亿元，2024年增到18.81亿元，2025年前3季度继续飙到18.36亿元，这增长速度放在整个快消行业都够唬人的。可就是这么牛的高端鲜奶王者，最近却在社交媒体上遭遇了集体脱粉，消费者吐槽有股土味，喝完拉肚子，日期穿越的帖子层出不穷。靠着0.09秒瞬时杀菌技术撬动100亿鲜奶市场的黑马，它的铁王座还能坐稳吗？月鲜活能火，首先得感谢它的技术。传统的巴氏奶保质期短，冷链要求高，常温奶倒是方便，但营养和口感打折不少。月鲜活用的是 INF 0.09秒超瞬时杀菌技术，0.09秒比眨个眼还快就完成杀菌了，既杀死了有害菌，又最大程度保留了活性蛋白和天然口感，配合医药级无菌冷灌装技术，保质期能做到19天左右，比普通巴氏奶长不少，又比常温奶新鲜。说白了，就是解决了消费者长期以来的痛点，想喝新鲜有营养的，又嫌巴氏奶保质期太短囤不住，月鲜活恰好卡在中间，比巴氏奶能放，比常温奶好喝，口感方面网上测评的一大把，这样的口碑传播比打多少广告都管用。但光靠一个单品打天下肯定不行，月鲜活这几年的产品线也是越打越宽了。A2 杯塔捞蛋白鲜奶、零乳糖鲜奶、4.0娟山奶、有机鲜奶、Omega3鲜牛奶，从基础营养到精准功能补充，覆盖了不同人群的需求。这种产品布局确实是在往高端2个字上使劲儿。话说回来，月鲜活这把椅子坐得并不舒服。首先是价格战打得很凶，2025年以来，鲜奶市场价格战明显加剧。北京物美超市里，月鲜活19.9元一盒，1.25升，买1赠1。竞争对手也不含糊，伊利经典高端鲜奶19.5元一盒，780毫升，买1赠2。价格一降再降，利润率肯定承压。低温奶赛道本来就卷，原奶价格从2021年的每公斤4.38元降到2025年初的3.12元，降幅超过28%。上游便宜了，下游就得打价格战，这是行业规律。其次是竞争对手虎视眈眈，低温奶市场头2位的月鲜活和伊利份额差距最小的时候不到4%。蒙牛、每日鲜语也在疯狂砸钱营销，独家冠名了多个热门节目。2026年，伊利还推出了新品牌秒鲜，从技术到定价全面对标月鲜活，光明、新希望也早就入场了。高端鲜奶这块蛋糕，谁都想咬一口。最要命的是质量问题。2025年6月，有消费者爆料，在拼多多买到的月鲜活牛奶，瓶身标注的生产日期竟然晚于物流运输时间，生产日期5月27日，但5月27日牛奶还在飞机上运输。更早的2022年就有消费者反映过类似问题，还有消费者反映牛奶中出现黑色霉变物质，以及收到货时保质期只剩5天。对于一个主打鲜活的鲜奶品牌来说，日期穿越这种事简直是致命伤。你标榜的是新鲜，结果消费者拿到手的可能是被新鲜的，这就很尴尬了。虽然这些投诉主要发生在电商渠道，但也说明在快速扩张的过程中，品控和渠道管理可能存在漏洞。客观说，月鲜活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，靠的是实打实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力。INF 杀菌技术解决了鲜奶保质期和口感的矛盾，产品矩阵覆盖了不同人群，出海战略也走得有条不紊，市场份额从24%冲到50%，不是光靠营销能吹出来的。但高端鲜奶这个赛道从来就不是一家独大的生意，价格战在打，对手在追，消费者对新鲜的要求越来越高，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被放大。尤其是食品安全这件事，一次日期穿越可能抵消100次营销积累的好感。月鲜活确实坐上了高端鲜奶的头把交椅，但想坐稳这把铁王座，光有技术和销量还不够，供应链的每一环都得经得起推敲，消费者的每一次信任都不能辜负。毕竟大家买鲜奶图的就是一个鲜字和一个安心，这2个字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可一点都不轻松。